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保存小葱如此的简单，这个方法放1年都不坏，吃的时候依然和新鲜一样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林家美食。小葱、香葱都是炒菜烹饪的时候经常都会使用到的一种调味品了，它就能给菜品起到很好的点缀作用，还可以给菜品添加独特的葱香味。当我们的香葱买回家后没有及时吃完的话，它就会出现干枯变黄的情况，这样的香葱失去了新鲜的口感，就无法再使用了。那香葱没吃完，该如何保存才能避免浪费呢？别着急，今天就教大家几招，让你的香葱就算放上很长时间，依旧新鲜如初，随吃随用随取，真方便。方法一，每一次只剩下小把或者是2、3小把的葱的时候，准备一个家里面的这种保鲜袋，也可以把剩下的小葱以刚才最早的方式清洗干净，晾干过后直接放进袋子里面，接着把袋子里面多余的空气挤出来，让小香葱处于一个完全密闭的状态，接着用橡皮筋将它扎紧。家里面有透明胶的话，也可以用透明胶将它包扎紧，装好把它放到冰箱冷藏起来。这种方法可以保证小香葱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室15天都不会变坏，依旧新鲜哦。方法二，把我们的这个小葱根部埋在土壤里面，用土壤轻轻地给它覆盖上一层。如果你家里面有花圃的话，放在花圃里面种起来，地里种起来会更好哦。放到花盆里面，不仅可以当做盆栽，还可以有吃不完的小葱，每一次吃多少，直接插多少就可以了。小葱根部放进来，我们给它四周淋上清水，再用喷壶在小葱的表面撒上一点水雾上去，这样有利于小葱更快地把葱叶抽出来。嫩嫩的，绿绿的，十分可爱，放在阳台上面，就算你不吃，也可以把它当做盆栽来欣赏，也是非常不错的。一般情况下，7天的时间就可以吃上新鲜的嫩绿的葱叶了。像我们做面的时候，插上几根葱叶就可以了，这样一来就有吃不完的小葱了。那么以这种方式保存出来的小葱，这个是上个月保存的，看一看里面依然非常的新鲜，小葱也不会蔫，喷上水后，现在把它放到阳台上面有太阳的地方就可以了。方法3，冷冻法。如果需要保存的香葱比较多，也可以选择把它放进冰箱的冷冻室里进行保存。我们还需要把香葱处理一下。先把买回来的香葱中一些黄叶、烂叶之类的都摘掉不要，挑拣好，再把它放在盆中，用清水多清洗几遍，把表面的泥沙、杂质都清洗干净。将香葱清洗干净后，把它放在家里通风的地方，将表面的水分晾干。注意不要放在太阳底下暴晒，否则香葱马上蔫了。晾干后，我们再把葱绿都切成平时使用需要的长短。我们再找个保鲜盒或保鲜袋，把晾干水分的葱段都装好，然后直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冷冻保存就可以了。我们用这个方法保存的香葱，就算放上1年也依旧是新鲜的。由于我们将香葱的水分都晾干了，就算经过冷冻，它依旧是一个干爽的状态，这样我们要用的时候随吃随取，就非常的方便了。冷冻的香葱使用时不要解冻，记住了不要解冻，不然就会变得软趴趴的，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用。方法4，准备一个家里面不要的矿泉水瓶子，用剪刀在瓶口处将它剪开，下面剪出来是一个比较长的罐子形状。接着往里面加一点白糖，再把小香葱的根部放进来，上面的泥土不要洗掉了，带着泥土它更容易生根。
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水，谁只需要把根部没过就可以，千万不要水到叶子的地方了，那样地话小香葱很快就不活了。以这种方式来保存，小香葱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，这样放好，放到有太阳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小葱的根部可以源源不断地吸收水里面的养分以及水分，加了白糖之后，既可以给它增加营养，还可以让小葱的根系更加发达。像是种在家里面的盆栽和水培植物一样，就要保证它的水分充足以及营养供给充足，这样它就会一直存活下来。每一次要多少小葱，直接将葱叶掐下来就行了，吃多少掐多少，掐完之后2-3天就会抽出新的葱叶了，这样保存起来的香葱可以用上好长时间。有心的朋友还可以吃上自己栽种的绿色食品，省时省事又省心。方法5：晒干保存法。这个习俗在我国也有了非常久远的历史了，但是与晒衣服不同的是，晒干这个动作一般是乡下的人多一些，因为乡下空气比较新鲜，农村有非常大的空间晒东西，家中剩下食物多的人很容易就能打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干燥室。农村人有句话，雨天凭着感觉，一想到可能会下雨，就赶紧收起之前晾在阳台上的东西，因此撸串的时候也不能忘了天色云层。如果真的有云层出现，就要提前收起来，防止出现巧合现象。对于农村人的这些做法，我们城市人还是蛮痴迷的，觉得很吸引人。殊不知，其实乡下的人对城市人可一点都不羡慕，他们觉得城市熙熙攘攘又烦热，从来不想去城市中工作生活。然后记得将晒干的小葱放入密封袋中，密封好，放入阴凉处，尽量避免将它们和其他有气味的东西放到一起哦。通过以上几种方法保存小葱，再也不用担心家里小葱动不动就发黄变蔫了，随用随取十分方便。不过，在保存和取用小葱的时候，还是有2点需要注意的。虽然上面几种方法都可以大幅度地延长小葱的保存时间，但还是建议我们不要一次性保存太多，这样后面存放时间比较久的小葱，新鲜度和味道上会受影响。如果小葱出现变色或者有异味、腐烂的情况，要及时检查清理掉，不能够再食用。在存放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细节。比如在拿出香葱的时候，最好用干燥的手将它取出，避免水分滴落到其他的香葱上。另外，每次取用完香葱后，记得要将保鲜袋或者保鲜盒重新封好，以防止外界的空气和湿气对香葱的影响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精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